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时间过得很快，又到周末了，很高兴能够跟会员朋友们一起做周末这个复盘。那我们今天会延续最近一段时间的看图说话。那么我在刚刚过去这周也多次提及，从下个月开始，这个因为我要去休假了，所以说这个直播就暂停了。那么给会员朋友们的这个周末复盘，我会这个尽量保持的。那么我一般是在周六做这个录这个视频，然后周日放上去。但是因为在休假期间，我尽量会保证这个周日放上去。如果说晚一点或早一点，那么也请大家这个见谅，可能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好的，那么来看一下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篇看图。那么这个是教你炒股票33走势的多义性。因为禅师的这个文章里面配图并不多，然后我又很懒得自己去做，那么已经有师兄或师姐叫萤石陪你禅中说禅，已经他做了很多插图，我们借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说呀，偶然叫萤石陪你禅中说禅这位师兄或师姐无意中看到了我这个频道，觉得我用你的插图不妥的话，请给我发那个信，发那个邮件，或者说通过各种方式让我知道都可以。如果觉得不妥的话，我可以把这些视频里的这些这个截图都这个模糊掉，对吧？或者拿掉都可以。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所以说在这里说一下，这是版权在这位师兄或师姐这里。那么这个第33课走势的多义性，其实走势多义性这课是比较重要的。我也希望大家自己能够通读一下原文，然后再结合图形，然后再结合我说的这些，也结合其他人分析的这一课，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插图。这个文字是禅师的这个原文中的文字，那么这个图形的话是这位师兄或师姐做的。教你炒股票33，例如5分钟级别的中枢不断延伸，出现9段以上的1分钟次级别走势。站在30分钟级别的中枢角度，3个5分钟级别的走势重合就形成了。而9段以上的1分钟级别走势，每3段构成一个5分钟中枢。这样也可以理解，这样也就可以解释成这是一个30分钟的中枢。那么这上有写它这个每一种颜色代表的是什么级别的，黑色的代表的是1分钟的次级别，也就是这个黑的是1分钟级别的，蓝颜色虚线代表5分钟级别的，我们也用同样的颜色，这个黑的是1分钟的，蓝的是5分钟的，这就是线段了，黑的是笔，蓝的是线段。那么灰色区域代表9段1分钟次级别构成的30分钟中枢，对吧？这就是这个灰框。其实啊，他在这里说的是30分钟的中枢，这个30分钟中枢不是30分钟的级别中枢。如果说这个黑的颜色是代表1分钟的笔的话，1分钟的笔只构成了这个蓝颜色的5分钟的这个线段，那么由5分钟的线段构成的中枢只是5分钟级别的，我说的是5分钟级别的那个中枢。那么5分钟级别的中枢跟30分钟的中枢，它俩是有区别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因为30分钟它指的是那个周期图，它指的是周期，就是这个我们看那个交易软件上有5、15、15、30、60，对吧？然后日线，然后周线、月线、年线，有这些周期。他说的这个30分钟指的是这个周期，而不是级别，这个一定要清楚。这个你在交易软件上看到的那个数值，看到的那个周期，它的级别是降一档，你降一档就是它的这个级别。比如说30分钟上，30分钟图形上你看到的这个比中枢的话，如果说你看到的是比中枢，那么它的级别就是5分钟级别的中枢。如果说你在30分钟图形上看到的是由线段构成的中枢，
就是这种蓝颜色构成的中枢的话，在30分钟上，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中枢是30分钟级别的，就是本级别的中枢。一定是由线段构成的中枢才是本级别的，由笔构成的中枢都是次级别的，一定要注意这个。为什么就是说在我的解盘中，或者在我的视频中都是用笔画的，我并没有用线段呢？因为在禅师这里，用笔来做中枢，只能是在最小周期，也就是1分钟上，你才可以用笔去画，但是不是用来交易的。但是我在我解盘的过程中，大部分的最低级别，也就是1小时或30分钟，我更多的是用这2个周期，对吧？因为在1小时或30分钟上，这个周期对我来说我够用了。比如说，它这是30分钟或60分钟的3笔，那么我在这个位置，这个出现底分型，用双触发之后我进场了，那么然后我在这个位置出现顶分型，我再用双触发看一下这个内部结构，我是能出得来的。这个的空间对我来说，我打短差够用了。我为什么要用笔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的空间短差我是能打得出来的，对吧？所以说我是因为我不想去参与这个回撤这一段，这也是为什么我在30分钟或60分钟上要分段交易，因为我是大部分时间是只做多，有时候也做空，也去做空，有的时候是直接空、裸空啊，什么衍生品空啊都有，对吧？都有，但是大部分时间主要还是只是做多，所以说这个空下跌这段我是要避开它的。那么在30分钟上，这个空间已经足够对我来说，或者60分钟上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大了。所以说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用笔的原因。但是如果说你要讲周期的话，或者讲级别的话，那肯定都是以线段构成的这些才是这个周期的本周期的一个中枢。这是我需要强调一下，这个级别，级别这个概念在缠论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搞清楚，不要被这个级别给搞混了。好像好多人觉得一会儿是这个级别，一会儿那个级别，换来换去的，好像很麻烦。其实你真正用起来之后就简单了。如果说你交易的周期不是那么小的话，对吧？你如果说只看日线以上的，那就更简单了。日线以上的，你用笔来交易就更可以了。因为美股的话，如果说不算盘前和盘后的话，它应该是有6.5个小时的交易时间，对吧？时间是很够用的。那么如果说想形成一笔的话，最少要5个交易日啊，对吧？那么你在这个下面买了，你可能是1周才需要做个1、2次交易，所以说这个足够你去反应过来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图形，看第二个，例如 a 小 a 加大 A 加小 b 加大 B 加小 c， 这就是我们的模型啊。这个的公式就是禅师说的这个公式，就是这个模型。那么一定要对这个模型非常熟悉，然后才能在你的实际交易中去跟模型相对照。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一直说的这个结构是不是饱满呢？所谓是否饱满，是跟模型相比较。那你是不是有小 a， 是不是有大 A， 是不是有小 b， 是不是有大 B， 是不是有小 C？ 如果这些都有的话，说明你的结构是很饱满的，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饱满，饱满到底说的是什么？那么继续往下看。A 完全可以有另一种释义，就是把 A 看成是围绕大 A 这个中枢的一个波动，也就是说，大 A 类似一个星球，那么 A 是围绕这个星球转动的一个这个卫星也好，或者说一个球体也好，或者其他的，对吧？就反正就是围绕这个中枢转动的，围绕这个大 A 这个中枢转动的。其实大 A 其实是后出现的，就是说，因为你是先有小 a， 然后才有中枢，那么这个中枢就是大 A， 对吧？你是先有的这个小 a 这段，然后才有的大 A 段，所以说大 A 是后出现的，这是为什么他说是后出现的，但并不影响这种看法的意义，对吧？即使它是后出现的，你也可以回过头来分析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中枢，一个星球，那么它围绕它转动的这些全是它的卫星。同样，小 c 也可以看成针对大 B 的一个波动，这样整个走势其实就简化成2个中枢与连接两者的一个走势，那么就是这个图形了，一个大 A， 一个大 B， 然后这个小 b 的话是这个连接它们，连接这2个中枢的一个这个结构。
那么它也是可以是一个跳空缺口。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在小 a 加大 A 加小 b 加大 B 加小 c 的走势类型中，A 和 C 并不是必然存在的，而小 b 完全可以是一个跳空缺口，这样整个走势就可以简化为两个孤零零的中枢。这个我在很多的这个直播中都给大家说过这个例子，那么来源也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我说过很多次，这个构成中枢这个三段是必须要有的。那么可以是完全一个跳空缺口，然后一个下上下构成第二个中枢。那么这样的话，这就是两个孤零零的中枢了。所以说，它的所有的它的进入段是这样，是向下跳空的一个，这不是向下的一个跳空缺口，或者说就没有都可以。那么它这个离开也是跳空缺口，它们的连接也可以是反过来的，对吧？也可以是一个下上下，然后这个跳空缺口上去，然后一个下上下构成这样，这样也可以，看起来可能更那什么。所以说，那么它的这个进入段就是一个跳空缺口，那么它的离开也是跳空缺口，或者没有，直接走反向也可以的，直接走反向也可以。这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家举例子，构成中枢这3笔是必须要有，其他都可以没有。我们看一下我这个图，我们的这个图形有一个，好像是哦，我知道了，不好意思，有一个图形那个是多余的，是上一课的，我们把这个 PPT 再弄回来。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PPT，刚才有一个插图是32克的，所以说我们把它略过去，就上面这个，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截图。然后这个的话是现在看的这个是32克的截图，也就是说上一周的，我们把它略过去。我刚才在制作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没有把它清除掉。那么这是第33克的最后一个截图。那么这个截图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它是针对上证指数的一个裸 K。那么这是1分钟的 K 线，现在我们看的是1分钟的 K 线。那么这几天大盘的走势，就针对这种情况有一个最标准的演示。由于相应的小 a 加大 A 加小 b 是一个1分钟的走势，那天故意提早开盘前发帖子，等于是现场直播大 B 的形成。也就是说，现场说这是他在这个3月2号。那么，而 C 的力度不够 ，C 是哪个呢 ？C 是这段，也就是说这是小 a 段，这是大 A，然后这是小 b，然后这是大 B，然后这是小 c。你会发现这个小 c 不是应该往下的吗？如果说按照模型来，对吧？但是我们看的那个前一个 PPT 的第2张图，我们就知道，所有的都可以没有啊。这个大 A 是必须要有的，大 B 也是有的，但是其他的全部都可以是跳空缺口。所以说小 C 往上也可以，往下的也可以，只要是围绕这个大 B 转动的都无所谓，往上往下都可以。所以说没有人规定必须要都是一个方向的，它也是可以反方向的，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么而 C 的力度不够，那就自然要回到 B 里，也就是说它又跌回来了，它相当于想逃离这个中枢，然后力度不够又被拉回来了。那么这里其实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就是禅师说的，又回来了。那么站在这个角度，那就自然回到 B 里，而后面的走势就有极为自然的。而站在这个角度，2888点的第一卖点没走，那么288点就是这个点，就是第一卖点。那么这个时间的2859点就是这个点，也就是二卖。其实，那这里有一个中枢，那么我们之前说它围绕中枢震荡，那么这个一卖出现了，那么这个弹上去之后你不走的话，就变成了二卖，它就下去了，对吧？那么
2859点也该走了，也就是这个二脉应该走，那也可以看成对 B 的再次离开，对吧？你这里是有 B，这里是第一次离开，然后再次离开，没离开了，然后又回来了。这次力度显然更小，因为它连这个前面这个一脉的2888点都没有突破，所以说力度更弱，力度更小。当然要走了，等回跌以后再看情况，对吧？你这个走了之后要看回跌的，是一个盘整背驰，还是说是一个快速下杀的一个1、2、3段？这个3跟1没背驰呢，你就要等4和5。等一会儿我们看那个 Palantir 那个例子，刚刚过去的周五，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那个 Palantir 15分钟，15分钟上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二脉你没走，那么3的话，它直接一个下杀是不背驰的。所以说你不能够在二脉这个位置预测出来，这个二脉你是预测不出来，它是一个很弱的盘整背驰，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不背驰的这个第3段。所以说这个位置要应对的，你不应对的话，你说啊，抱着侥幸心理，它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力度吧，对吧？你这是抱着侥幸心理，但是市场是无常的呀。市场是任何可能性都可以，所以说你一定是这个位置减了之后，然后看出现盘整背驰的时候再补回来。那么没有盘整背驰的时候，你就要等，那可能出现5段的时候，甚至是7段、9段都可以。所以说我们不要去预测，这个预测心理其实非常害人的。也就是说，你一旦去预测的话，你就会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预测是最简单的，因为你随意想嘛。预测嘛，就是你的说白了，你的妄念在那里那个作祟。我想这个位置可能不会跌太多吧，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拿着对吧？都是你的一个幻想，或者说都是你的一个你的贪婪，或者你的一些某些负面的那个情绪在这个主导着你现在的这个想法。所以说这是有很大问题的。我们一定是在当下。该卖的时候卖，该买的时候买，只是眼睛看到了出现的时候我才去动，而不是我想象它。那么这是出现了在这个禅师这个例子里面，它围绕这个中枢之后，二脉之后它又跌下来了，到了这个中枢下沿附近，然后这3段一比较有背驰了，他说这里是有底背驰的，那么可以再买回来了，对吧？就可以继续一个回补点，那么回补之后又上去了。所以说呀，这个从这个例子里面，这个插图里面，真的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预测的这个害处太大。那么一定是有买点了出现了你就买去应对它，有卖点出现了你就去应对它。可能有的时候你的这个操作精度并不太够，或者不熟练度不太够，可能有的时候会买早一点或者卖早一点，这都没有太大问题。这个精度可以慢慢提炼，可以去慢慢提高的。但是节奏是一定不能错的，然后预测这种心理是一定不能有的。好的，这就是这个第33课的插图。我们今天就只分享这个第33课。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平时做的这个复盘。那么下周的话，也是刚刚这个过去的这周，除了这个 PCE 数据，还有这个那个美联储主席在国会的这个被这个众议两院各种问题的这个给他去作证去了嘛，对吧？那么很多问题，但是鲍威尔这个人他的出身是个律师，这个人很头铁的。那么川普的话对他各种辱骂，各种公开的羞辱，不论是在这个川普自己的 Truth Social 这个上面发文章发推文骂这个鲍威尔头很铁，然后又蠢又慢，Mr. Too Late，对吧？各种公开羞辱，各种公开bully，但是呢，鲍威尔的心态非常强，人家是律师出身，抗压性非常强。其实川普各种这种做法，其实是想为了让这个鲍威尔主动辞职，因为他知道，因为在之前他有威胁过想炒掉这个鲍威尔，市场给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应，对吧？暴跌。那么他知道了是不能够公开炒掉鲍威尔的。所以说他现在是想用各种侮辱、各种 bully 让这个鲍威尔主动辞职，但是鲍威尔头很铁啊，人家是律师出身，所以说抗压性很强。那么现在市场也有各种传闻说，川普要在这个10月份
甚至更早，可能要提名这个新的，因为鲍威尔到明年的5月份就任期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川普就有可能要提名新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了，可能是作为一个影子主席，或者说是其他的原因吧，其他的考虑，现在开始市场炒作这个。那么他在这个周二的话还有一个讲话，具体的活动可能是什么活动上讲话，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时间是刚刚开盘9点半的时候就讲话去了。那么周三的话还有个 ADP 数据，对吧？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周五，这个周五因为这个独立日，哦，对对，下周是一个短周，因为有独立日的原因，周五的话是假期。那么周四的话，因为也是独立日的原因，独立日假期它是一个收盘比较早，1点钟就收盘了，下午1点就收盘。原来一般这个非农数据都在放在周五，因为周五是假期，它挪到周四了，所以周四的话就是这个大非农了，对吧？周三就是小非农 ADP 数据，周五就是大非农，周四就是大非农。我老说周五，因为它之前都是在周五，所以说下周的话，因为这个大非农是在这个盘前处，那么周四又是一个比较短的交易日，所以周四的这个交易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大家是相对要注意一下。好的，这是下周的一些宏观数据。那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看一下这个图形，先看一下标普。标普的话又出现了历史最高，那么现在新高是6187.68。对，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这个截图，也就是川普的这个他自己在自己的Truth Social 上发的一个截图，这是6月28号，也就是今天发的一张截图，这个时间是我当地的时间。那么他发的一张截图就是来炫耀这个标普和纳斯达克又历史新高了，对吧？在他的制政下又历史新高了，特别有意思。因为他在刚刚上任初期的时候，他各种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他并不在乎股市，他自己说的，他自己并不在乎股市，说是当然了，人家他可能原话是并不在意短期的一种走势，对吧？那么他更看重的是这个10年债市场，那当时他的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对吧？这个最有名的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给川普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Taco Trade，那么也让这个名字一下子，全球都知道这个那个川普这个 Taco Trade。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市场也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杀，也是因为川普又那个去要砸盘或者说怎样，他说要跟加拿大停止谈判，然后市场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快速下杀，然后又很快又拉回来了，又是一个大家已经不怕川普发推文了，对吧？所以说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性格也好，或者说其他，那么就是市场已经对他的推文或者这些威胁已经无感了，那么也是好事儿。那么川普其实也很厉害，也很厉害。不论是股市、标普、纳斯达克新高，还是什么10年债，我们看10年债这个图形，大概先看一下，十年债也被打下来了，十年债被打到了4.27了，对吧？从最高的4.6打掉了4.27，4.2也非常牛。然后呢，美元也被打下来了，美元现在是在97呀，他上任的时候是1月初的时候是在这儿呢，看到没有？1月初是在108呢。108直接干到了97呀，这是美元指数啊。因为他之所以要把美元打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话，美元越弱，对有利于这个美国的出口啊，对吧？因为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升值了，相对于买美国的东西就便宜了。所以说他要让他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元贬值，然后让其他国家的升值。之前不是有一天，我忘了是是5月份还是几月份，还是4月份，突然有一天台湾的那个。台湾的货币当天好像涨了10%，还是涨了多少？就是暴涨那一天。当时我还注意到那个新闻，可能是就是因为不知道是跟川普的一个谈判呢，还是什么其他因素，让这个台湾的货币暴涨。其他的国家都有涨，什么欧元了，还有其他一些欧洲小国家的这个货币都在涨，都是因为这个他们在主推，其实就是为了让美元贬值。这是变相的一种贸易战嘛，对吧？或者说叫
这个外汇占，这是那个美元指数。然后这个原油的话也是，虽然说因为这个伊朗跟这个以色列战争，它突然出现了一波快涨，但是也被川普用嘴给打下来了，对吧？川普这个发推文他说啊，我在看着这个油价，他发推文的位置大概应该在这个位置，说我现在看着油价呢，你们不能让它上涨啊，你这样上涨是对敌人好，对吧？所以说他是在用推文把油价给打下来了。那么现在，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事儿也基本上结束了。当然后期不知道还有没有后续，但是现在目前肯定是不在这个高位了。我们之前是说过那个石油价格的，我们之前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或者说一个趋势线，它在高位有一个趋势线，他们一直没有突破。如果说你一直看着我这个每个周的这个复盘的话，我们当时是说过这个趋势线的，对吧？它当时正好是在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你如果说用均线的话也可以，均线的话也是正好是120周，120周刚好也顶在这个位置，也没突破。所以说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技术。那么突到这个位置一直在等，就75这个位置一直没上去，所以说这个原油现在也下来了。所以说啊，你虽然说它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那个问题，但是这个各种价格确实是被它给打下来了。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标普上，那么现在这个月线看一下，因为本月6月份的话还有一个交易日，也就是6月30号。那么6月30号下周一之后，这个6月份的这个月 K 线就收完了。那么市场可能现在还在等，就是马上要进入财报季了，对吧？那就看各个公司自己的这个2季度的一个财报，还有就是半年报，因为半年过去了，他肯定要看一下半年这个情况。所以说，更多的公司方面，大家更关注的是公司的这个财报。那么这个针对指数的话，因为现在又新高了，月线上又没有任何顶分型了，之前是出现过一次顶分型，然后还有一个20%的回调，它这个回调也是很技术，对吧？到了这个0.5的位置，刚好是踩到了往下面这个位置0.5，从这个3491上涨的一个回撤0.5的位置，所以回踩的也非常技术。现在我们回看，当然很容易了，相当于一个复盘嘛，就是一个马后炮嘛。马后炮你当然知道了哪个位置该卖，哪个位置该买，哪个位置该买，哪个位置该进场，这都很容易。但是你在当下，我们复盘的目的是找到规律，对吧？找到规律或找到一些信号可交易的规律，你能不能够在真正当下这个位置能不能够买得进去，而不是去杀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复盘的目的。那么现在月线上又出现了高点，还没有顶分型。想要顶分型呢，只有7月份出现这么一个顶分型，或者说7月份有一个包含关系的8月份再出现一个低点也可以，怎么走都可以。但是不论怎样，那就都要等到7月份再看了。再看一下这个，从3491到现在这个最高点它的内部结构，那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周线上。周线上这个结构我们之前说过几次，从3491，这是起涨点，大 A、小 A、大 B，这个小 B、大 B，这就跟我们刚才学习的那个长安时原文的33课跟模型就一样了嘛，对吧？这是它的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进入段大 A、小 B、大 B，现在就是没有出现 C 段而已，可以没有 C 的呀。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只要有2个孤零零的中枢就可以结束了，其他都可以是这个跳空缺口。所以说现在这个结构已经相对的饱满了，就看它是要继续围绕这个中枢震荡，还是说走反向，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那么切实到这个更小周期的话，我们现在关注就是最后这一笔，从这个起涨点4835，它这一段现在在周线上还是一笔，然后周线上它现在上涨的话还很健康。为什么说很健康？你看它的 MACD 已经上到0轴以上了，柱子的长度都在伸长，然后快慢线的高度，就这2个快慢线这个张口也张得挺大的，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说，上涨动能应该还没有被完全消化，我们需要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那么日线上就相对的更清楚了，从这个起涨点
4835，那么可以是一个123，也可以是只是一笔。我解释过很多次了，因为它这个4月9号的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对吧？这个因为它这个最高点在这里，你要画按高低点划分的话，一般都是画到最高点，因为这个最高点它不够不够5根儿。那么如果说你只是简单这样画的话，也没有问题，对吧？区别并不大。那么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形成了这个，如果说所有的这些都是小 A 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有大 A 了。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上，那么这里是在走小 B 段。那么结合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禅师第33课那个多异性，那么这个小 B 段力度要大，逃逸速度要快要高，那么这个空间要大，才能够吸回来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一个3买，然后可能再次逃离它，对吧？如果说你的这个力度并不强，那很容易被吸回来，那就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图形上插图是一样了，出现一个2脉，然后看有没有盘整背驰。如果说没有盘整背驰，那肯定就走反向了。所以说，现在就是看这段的离开的力度是我们需要跟踪的。那么这一笔的话，我们在周5的直播中已经分析过，再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这2根红 K 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川普发推文，然后这个要跟加拿大停止贸易谈判造成的这个快速下杀，对吧？但是收盘之前又被收回来了，所以说呀，现在市场就是还是延续了牛市节奏。什么是牛市节奏呢？快跌慢涨，快跌慢涨就是一个牛市节奏。所以说，你这种周期，看你能不能够做得了。做不了的话就不用管它，这种就都是噪音，对吧？那么它现在是已经有3笔了，我们之前是测过这个空间的，第3笔是小的，就是已经到0.618了这个空间，那么比前面这个空间是小的，对吧？是有背驰的，那么又出现了顶分型，在当下的时候，如果说你在盯盘也能做1小时或者1小时以下的这个交易的话，是应该应对的，但是它又捞回来了，那么跟我们其实刚才看的那个月线是一样的，它这个回落，它完全是要你想如何买回来，那你需要降低周期啊，去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才能够去做更好的应对，才能够买回来。因为它在更小周期里面是会出现背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借用今天的这个复盘，看一下这3根 K 线有没有信号，或者在哪个周期上有信号，能让我们在这个再买回它。先看一下1小时的次级别15分钟，15分钟上只是一笔，15分钟上只是一笔，对吧？没有任何，因为它只有一笔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背驰比较的。我们要的是3笔，看一下5分钟上有没有3笔。5分钟上也没有3笔，看到没有？从这个最高点，这是6187，5分钟上也是一笔，那么5分钟上也没有让你那个比较的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个继续高亮一下，然后再看一下1分钟上。1分钟上那就有信号了。好的，1分钟上就更清楚了。1分钟上这里有一个，这是进入段1、2、3，一个上下上构成中枢。那么这里有一个1分钟的中枢。我这里都没有去1分钟的这个标识，所以说我们就把它这个画在这里就可以了。然后再往下，这个1分钟开始走离开，那这个里勉强的是够一个中枢的，所以这里也可以是有第2个中枢。这样的话，这2个中枢就高低点有没有接触？我们看一下，这个最低点6179。我们比较一下，看一下这个中枢有没有升级，6179.16， 6179.26升级了，就是说这个前面这个中枢的低点跟这个后面这个中枢的这个高点有碰，那么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中枢。然后咱们再往下看，第2个中枢之后，它又往上给了一个小3脉，那么出现3脉之后，然后一个快速下杀，然后又是一个1、2、3、4、5，又形成了一个中枢，在下面又形成了一个中枢。但是呢，这个中枢的高点，我们再次比较一下这2根 K 线有没有出现一个新高。
哎，刚好是出现了高点，发现没有？这个根 K 线的高点在6148.99，前面这根在6148.93，刚好出现了高点，也就意味着这里又有一个小中枢。所以说变化就在最后这个中枢这里。那么前面这里，我们现在把图形画图软件弄出来，然后说一下这个位置怎么能够去发现这个位置。这里是出现了过两个中枢，两个中枢是扩张的。那么针对第二个中枢的话，它开始尝试离开，给了一个三脉。就针对这个第二个小中枢，它还给了一次尝试，对吧？所以这个的三脉呢，只是第二个小中枢的三脉，但是不是上面这个升级之后大中枢的三脉，它只是一个三 plus，就强三脉。但是这个三脉跟上面这个中枢的级别是小的，那么它出现这个之后，继续往下走，然后一个1、2、3、4、5，走了五段，走了五段之后，力度开始弱了，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回撤，大的反弹之后，形成了一个中枢，在下面再次形成一个中枢。那么这个的两次反弹反而形成了一个就是这个周期的三脉，怎么讲呢？因为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一个中枢，那么这两次回拉，这个还是三脉，是根据是这个针对上面这个升级之后中枢的，那么形成三脉之后再打了一个低点，那么这个结构就饱满了。所以说呀，这是一个盘整下结构。虽然说你看着中枢好像多，但它其实只是一个盘整下。盘整趋势、盘整下和趋势下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趋势都是两个中枢的。虽然说这里面是有三个中枢，但是因为上面两个中枢有升级了，那么下面这个中枢不是本级别的，所以说它就其实只有一个中枢，它是一个盘整下。那么这就是比较细了，因为现在看的是1分钟的，所以说你到了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它已经是两个中枢，又是一个针对这个上面这个升级之后中枢的一个三脉，那么又打了一个低点背驰了，所以说再次拐头的时候是应该尝试进仓位了。如果说你在上面有减的话，那么这就是你利用如果说你在盯盘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是应该反应的。那么如果这个位置不反，那么这两次回落的时候也应该反应。我们再继续往前看，如果说你这个位置还反应不过来的话，就是不敢进，因为它前面好像杀得很快，看上去杀得很快，但是结构其实已经很饱满了。那么这两次回落的时候也应该反应，就是尤其是第二次这个回落的时候，因为它是出新高不出新低，你会发现没有？这就是这个欧美这边的这个技术分析，这就叫 higher high higher low，对吧？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二次回落的时候也应该有反应了。如果说你能够反应1分钟的话，那么后面这个快速上升的话，你是能吃得到的。尤其是做日内那帮人，或者说做期权的这些，做这个期货这些，因为做这个 ES 的，他们是肯定要反应的，因为它后面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回升，你吃不到，那就如果说你做那个日内交易的话，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前面这里已经给到你非常饱满的结构，你这个位置就应该反应。那么这个位置没敢反应，那等待两次回落。这两次回落的话是更小周期的一个小中枢，因为这两次回落在1分钟上都不够一笔呀。这个是秒级别的一个中枢，秒级别的一个中枢。所以说你学会了缠论之后，你是通的，任何图形上都是通的，任何结构你都能够看得很通透。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标普指数，我们从大周期月线一直看到1分钟，所以说这个利用区间套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好的，那么的话，这个是我要跟大家今天做的这个分享。那么其他的这个股票的话，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个，就是说这个 Palantir。为什么说 Palantir 呢？因为在周五直播的时候啊，我们说的非常细，尤其是在它下跌之前。我之前有一位朋友，也应该是一位新朋友，他说他的成本在80还是做80几左右，对吧？虽然说相对这个现在的价格130也是比较低了，但是并没有到零到负，并没有形成零成本，并没有完全脱离风险，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做的目的，之所以要做短差做差价，目的是为了让持仓成本降到零，降到负。你这样才能做到一个万无一失的这个不败之地，因为它跌到零，这公司破产了，你也不会亏钱。你只要不亏钱，那么你的心态就能，可能就赔时间嘛，对吧？搭一点时间，搭一点功夫，但是我并不赔钱，
就是这个做到零成本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它在周线上是一个五浪的一个第五段。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它的这个结构是一个1、2、3、4、5，是一个五浪。然后呢，五浪里面又是三浪，五浪从66.12到这个最高点，这所有的这些都是周线上那个第五浪。那么在日线上，它又是一个三浪，对吧？然后在这个周线上快速下杀之前，已经出现顶纹型了。所以我当时给那位朋友的建议是，你即使是成本相对的比较低，也应该拿出一点仓位来去做一点这个差价。这样的话，不至于这个很被动的这个在这里做上下做电梯。那么它现在这个出现一个快速下杀，那么这两根 K 线我们看一下，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们是看过它的15分钟的，哎，这就是我们周五直播的15分钟。然后当时我们在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我们已经说了，当时它是有一个踩到了一个均线上，应该是踩到了1小时的这个120小时均线，看到没有？当时它才踩到120小时均线，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中枢的下沿支撑。中枢的下沿也在这个位置，然后120小时均线也在这里，肯定要弹一下呀，多多少少都要弹一下了嘛，因为这个位置就是这些人的持仓成本线呢，对吧？就是这个120小时这些人的持仓成本就在这个位置，所以说到他们的成本价了，他肯定要买一点，这个拉低一下差价，对不对？这是他们要做的。那么我们是借用这些辅助判断来看这里是不是要反弹。那么我们当时看的是15分钟。15分钟，我们当时观察了什么呢？从这个最高点下来，它是一个1、2、3，这个3没被持，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它是没被持的。所以说我一直建议这个4是不做的，因为4你有能力当然可以做了，但是它这个反弹可以是非常微弱。我们当时也测过这个黄金分割，对吧？这是我在周五那个做直播的时候这个用的方法，你可以如果说没看周五的直播的话，可以再看一下，然后再比较一下现在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当时就说了，这是一个4的反弹，刚好是弹到了0.382，也不是说我能预测到它能弹到0.382，而是说在这些位置它更容易出现阻力，它更容易出现顶纹型，它更容易出现反转。所以说我们一直用这个工具，它比较好用嘛，比较直观。所以说不是用它拿来预测的，而是说到了这些位置，到了红绿灯的这个位置，你要看到了这个位置是不是出现顶纹型，是不是这个出现顶纹型之后开始有加速的这个迹象，那你肯定要应了呀，因为它这个只是一个3、4的反弹，那么还可以有5，这个5你也不能够预测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反整背驰，还是就像它这种快速杀下来。它这种杀法明显是不让人出来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更小周期，就这一笔的小周期上，它为什么走的这么急？现在看的周期是15分钟，我们看一下5分钟上，5分钟上的话只有一个1、2、3，只有一个1、2、3，然后这里当时还尝试有想反弹的迹象，不知道是什么消息的一个刺激，然后一个快速杀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查这个，什么消息刺激它一个快速下杀？我还没有查。那么在5分钟上的话，只是一个1、2、3。那看一下1分钟，如果说你在1分钟盯盘的时候，能不能够跑得出来？1分钟这里是一个，其实是一个1、2、3，就是5分钟的1、2、3。那么前面这个一段的话是1分钟上的话，这1、2、3、4、5，前面这个1分钟是走了一个5浪下。这个5浪下构成了一个5分钟的一笔，然后再继续看，这里又是一个1、2、3， 1、2、3构成了一个5分钟的第二笔。那么你要注意了，这个位置其实是5分钟那个二脉，然后呢5分钟二脉之后，这个反弹就非常关键了，就尤其是这个位置，就是说一旦出现这个这次反弹就3笔已经出现了，然后再次反弹不能够突破前面那个位置的时候，它完全是可以快速走的。它还好给了2次机会，你看到没有？它还给了2次机会，做了一个反向中枢。这里做了一个反向中枢之后，一个快速下杀，根本不给你反应。你如果说没有这个设置那种强制止损的话，你根本出不来的，你肯定就套得死死的，或者说你在它第2次反弹的时候，如果还追进去了，那这个位置137.5附近的话，如果说你还追进去了，你是出不来的，因为它太短了呀。
那么如果说你有经验的话，你看它这里，你再测一个趋势线，看到没有？即使在1分钟上，我们用这个趋势线，我们都能看到它这里是被顶到了趋势线这里，尤其是第3次这个反弹到了趋势线这里上不去。如果说你要是盯盘的话，我倒不是在这吹。如果说我在盯的话，那么出现这种位置，我肯定在这个位置进的，我肯定要出来的。起码在1分钟上，我进的这个仓位肯定要出来的，因为这里它向下的这个可以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回撤，也没有问题，对吧？但是你没有办法预测到啊，它就选择了一个快速下杀，所以说呀，这就是难点。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套系统的话，你各种情况都能分析到的话，你这是位置是出不来的。所以说现在被闷到里面了。那么后续的话，我们看日线上它现在是一个1、2、3段，那么1、2、3段看它这个回拉的力度，如果说能够，这里其实是有一个中枢或者叫类中枢，如果说它这个回落只是在这个中枢区间之内，在这里震也没有太大问题，那就尤其是这个，比如说下来了震1次、震2次，那么这个就跟我们刚才看那个1分钟一样了，这里还可以有一个趋势线，它从这里可以继续走，那这就结构就同构了，你发现没有？日线上的结构跟1分钟上的结构同构了，这就是缠论的厉害，就是各个周期出现了自相似性，结构出现了自相似性。那么你一旦熟悉了这些结构，一旦熟悉了这个模型，你再用起来的时候，1分钟也是这么个玩法，日线上也是这么个玩法，只不过就周期长了，周期拉长了而已，给你反应的时间也长了。再就是仓位不一样了，我1分钟的仓位肯定跟日线的仓位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帕兰提尔他后期看他是不是要围绕这个中枢阵，还是说快速走，快速走也可以，也不是说每次都要2次反弹的。如果说是一个什么其他非常坏的事件驱动的话，它直接可以快速下杀，直接给你来一个5段。具体怎么走还是需要后期跟它。所以说，这是针对这个帕兰蒂尔。然后还有一个Circle Internet Group，就是这个做稳定币发行这个，也是最近跌的比较凶。那么有一位朋友在频道里面留言，想让我多分析一下它。但是呢，我因为马上要去休假了，没有办法这个在直播中分析它。那么在这里我也提可以，我也想提醒一下其他的这个会员朋友们，如果说在我休假期间你有什么想分析的股票的话，就在我的频道里面留言，就在我这个可以是在周末复盘的这个视频下面留言，也可以在其他的这个视频下留言，我都能看到，我都能在后台都能看到。这样的话，我就会有针对性的在做复盘的时候有针对性的分析。毕竟我可能没有办法做直播，录播的话也不一定能保证，所以说尽量在大家还有问题的时候，能在这个复盘的时候，在周末复盘的时候给到大家做一些分析，对吧？那我们今天简单看一下这个Circle 这个公司 CRCL，那么它的话。在日线上，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就是日线上简单看一下。那么日线上它有2个位置，一个是64这个位置，64的话就是这个上市第1天的最低价，然后还有一个位置就是31是它的 IPO 价格。如果说你用2个最低点测这个回撤的话，一个是从31上涨到298.99，一个是从64上涨到298.99，它有2个不同的回落点。那么我们2个都要看一下。从31个这个的回落点的话，是这个粗线，是这个粗的线是这个31上来的，这个细的线是这个64上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先看这个31上来这个，那么现在已经到了180.43，已经快接近这个0.5的位置了。也就是说，从31上来回落的0.5的位置，165，一般0.5的位置是最好不要被跌破。因为一个0.5的回落已经相对比较深了，对吧？你再跌的话，可能就要去0.018了，你就要去133了，这就非常非常深了。那可能就要把下面这个大缺口给补上了。这里有一个大缺口，这里之前也有一个缺口已经被补了，现在这里还有一个缺口。如果说真往下走的话，那就去133，对，133的话刚好也是把这个缺口补了。所以说就先看这个165这个位置。如果它继续往下杀的话，看165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撑得住，撑不住的话，那就继续往下走，那就去133。
所以说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从现在的价格，如果说到165的话，9%；如果说到133的话，25%，对吧？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它杀的非常猛。像这个周五的话是跌了15%，它在周二的时候是跌了15%，对吧？这个在周三跌了10%，所以说它这个，因为它这个我不知道它的盘子大小，但是这种快速下杀主要也是获利盘太大了，从这个64或者说从31，在短短的11天之内，我们之前是测过它的这个周期的，从上市第一天到这个最高价，11个 bar， 11天11个交易日，在短短11个交易日就是翻了10倍，这个获利还是太猛了，所以造成了它现在是获利回吐。那么就看它哪个位置能撑得住，这是我们利用31这个位置。如果说用这个64的话，那么64周五的话也是刚好在0.5了，已经0.5附近。那么现在还没有出现日线的底分型呢，而且周五这个跌的还比较深。如果说周一再给你一个低点也没有问题，然后周二再慢慢弹起来也可以，对吧？所以说就是简单的用黄金分割。如果说它再往下走的话，就是153，它就比这个我们刚才看的那个133这个在这里是补这个缺口，比它稍微高一点。所以说这个不知道哪个能够真正得到支撑，要看回头再看。那么我们也要看一下它的内部下来，就是从298它的内部结构，现在它的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呢？跟模型比较一下，看一下1小时3段，这是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比较过3段，然后用那个黄金分割扩展器，也叫斐波那契扩展器。那么现在正好是这个的回落是前面这个回落的0.5的位置，就是半分位，对吧？这个的空间是前面空间的一半。那么现在在周五的话也是出现了底分型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现在在1小时上出现了这个底分型，那么这也是这一波下跌，从这个226这一波下跌的这个第一个底分型，这里看它能不能够弹一次。如果说给到一次弹的话，那么就因为那位朋友问的时候，他说他好像买在了多少？买在了290啊，还是多少？290的话，那非常高了，可能买在这个位置，290，然后他好像买了100股。那么我不知道这个100股是你多大仓位。如果说是你的全部仓位的话，那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比较重的，尤其是追在了这么高的一个位置，290这个位置肯定是追涨追进去的，对吧？那么之前它也是确实涨得太猛了，让很多人都是比较这个冲动吧，全都追进去，追在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又是一个大幅下杀，长期来看这个公司没有问题的，毕竟稳定币嘛，现在中美现在都在搞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国家层面的一个竞争，稳定币这个整体来讲，所以说因为但是它不是最大的发行商，它是第二大，就是在美国，我不知道是不是全球啊，反正在美国最大的是 Tether，那么它只是第二大的，但是那个另外一个没有上市啊，没有办法交易，所以说它现在为什么这么大家追捧的原因，就是因为另外一个没有交易，没有办法交易。那么现在它这个基本面是没有大问题的，长期来看，那么你的成本太高了，290，如果说能够利用一些震荡，把你的成本降下来的话，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你可以两种方法降成本，一呢是把你的那个290的那个成本100股，比如说有反弹了，我先卖个50，先卖个50，因为它只可以是一个4的反，可以是一个1、2、3、4的反弹之后给你一个5，你这个位置先卖50，然后下来之后再买回来50，所以说到了这个位置还是100股，但是呢成本肯定是比你在一直拿着不动到这个位置低，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位置打个比方，如果能弹一笔的话，你先再买50，再买50之后，然后上去了，把这50再卖掉，然后下来再看是不是有背驰再进。那么这样的话，从298跌到这个位置，你还是100股，但是你的成本还是低了，因为你这段做了短差呀，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两个方法，看你怎么用，就看你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了。所以说就看下周这里能不能够弹一笔，弹一笔之后看它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198，碰不到的话就还有5，就是这里有一个1、2、3、4、5，看看能不能够到这些黄金分割的位置有一些停顿。
或者说直接就杀到133去了。133我们就分析刚才那个，从31上来那个黄金分割的0.618的位置。那么比较强的就是这个123段就结束了，然后给你来一个反向123。如果说反向123这个3比1强的话，那就基本上可以转势了。那么可以走一个4和5，4和5之后可以回来做中枢，然后继续往上走，做第二个中枢，然后再往上走，这样的话就反转了，对吧？那么前提是这个3的反弹，就是3的这一笔要强才可以。如果说这3的一笔不强，我们再继续推演，也给你出了3笔了。那么这3笔可以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那么就变成了一个日线的一笔下对应日线的一笔那个上，然后再继续下跌，那就变成了这面是一个进入段，它在日线上形成了一个大中枢。所以说这就是之后的，就是如果说出现这个3笔的话，不能够出现不背驰的状态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位置又可以掉头了，这就是一个二脉了，这就是日线的一个大二脉。好的，那么的话，今天详细的讲了几个股票，然后还有这个大盘，那么希望给到大家一些帮助。那么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再见。